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咱们向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徐普副秘书长、蓝轩小姐、王宏威委员、万美玲委员、叶金元律师。好，老共的福建号航空母舰经过台海，国防部说没惊，我们都监视到了，看看我们都有图啊。那另外呢，所以我们还公布了空拍照哦，我们照到哦。照到有什么了不起？航空母舰那么大啊，不是潜水艇哦，你要照一定可以照到嘛哈。郭立雄说他北返到长兴岛进行缺失改正，但是没有搭舰载机啊，没有搭这个舰载机，什么意思？再讲一次，航空母舰这个名字其实取得不好，英文比较好哦，英文就是载飞机的舰哦，载飞机的舰。我们航空母舰听起来好像是舰会飞，不是的，它上面载飞机、载战斗机。所以他把它基地，因为战斗机有那个油量的限制，不能太重，所以战斗机你还要计算回程的油量啊，所以那个距离是有限制的。那在航空母舰，你就可以开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呢，飞机从你的这个舰上起飞，就缩短啊，所以距离比较长，主要是这个。所以他的意思说，航空母舰本身没有什么威力嘛，其实他们的飞机有威力嘛。那现在他没有搭舰载机，所以对台湾没有威胁，他只是去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要修正的啦，等等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联合作战啊，怎么弄啊，等等啊。那所以呢，这个专家说也没有达到什么战略沟通哦，军方的器材应该紧速升级哈，因为照相的不是那么清楚。照理讲，哇，上面什么都要很清楚哦。我们看一下。国防部释出16号拍摄中共福建号航空母舰航经台湾海峡的照片，幕后拍摄的是我国瑞渊无人机。只是过去瑞渊拍下其他共性影像辨识度颇高，这次给媒体的照片却模模糊糊。期待多给力一点不是没道理，因为日本防卫省今年9月11号公布拍下福建舰出没冲绳的照片，这下没对比就没伤害。那这看得到呢，不只是说影像看得到，只要说雷达光点扫得到的话，其实是都可以打得到。陈平是看得到，用意是说拍给国人看的。结果你现在拍出来这种模模糊糊的，那日后呢，谁要再相信国防部的一些坚贞的评价？6年来，山东舰多次穿越岛链，航迹不断延伸。中共官媒17号也针对首艘自制航舰山东舰服役6周年制作专题报道，特别提及这件事。2023年，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参加了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这无疑就是针对我国恫吓。不过，中科院也积极测试海剑零防空系统，有军事迷拍下载台高雄舰执行除役前最后一项任务，于11月1号完成夜间战测后返港。仔细看这照片，弹箱有3个缺口，间接证实海剑零测评期间发射3枚实弹。作战测评之后，已经成功嘛？那接下来当然是要由海军来根据他们的需要，放在他们认为适当的载台上。应对中共威胁加剧，我国提升各类防空武器得跟时间赛跑。杨宏威怎么看？这个福建舰哦，当它这个应该是11月份服役，其实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注目。好，因为这是这个中国大陆的第3艘的航空母舰。那而且呢，这个他们叫做说，全世界只有2艘叫做这个电磁弹射，哈，电磁弹射是一个就是也是美国最新的哈福特舰，那另外呢就是中国的福建舰。那这个电磁弹跳就是它可以更快速的让这个战机能够加速的起飞。那当然呢。福建舰它服役之后，那很多人就开始比较哈，它跟那个福特舰的比较，那看起来不管是在就是它所在的这个这些战机的这个架数也好，或者它的这个它的 size 就是它的身长多少宽多少，或者是它的这个排水量多少，那看起来还是这个福特舰哈它略高一筹。可是也必须说，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时间非常非常的这个久了。但是呢，这几年中国开始投入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制造也好，或者现在开始服役，其实它非常快速。我刚才讲，它已经是第3艘，一个是就第1艘是辽宁舰，第2艘是山东舰，然后这个福建舰
接下来它就要发展核动力潜舰，好，因为这个福建舰还不是核动力潜舰，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在台海也好，或者它对第一岛链的它的战斗能力，那全世界都在关注。那这一次呢，它通过台湾海峡，那看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也有监测到，说它在上面呢是没有战机的。好，是没有战机，而且看起来他可能回去呢是要做一些什么修正啊，好，或就是他是要回这个他的厂里面。那看起来这一次的通过这个台湾海峡不像是一个战斗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受到高度的关注。那我其实不是很同意有一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比如说像王定宇说哈。纸老虎啦，哈，因为说它上面一艘战机都没有。那我觉得你用这样的方式，也许呢很多的台派就会在那边按赞啊、高兴啊什么等等之类。可是我觉得这反而是有点不是有点，是真的去低估福建舰未来，不管在台海也好，或者是在第一岛链。我刚刚特别讲到福特舰最近啊，它的这个它出马到哪里呢？委内瑞拉，好，就因为大家一直说这个美国要准备对委内瑞拉动武。它的福特舰就开到这个中南美洲，所以可以看到，就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它的布局啊，是它要横跨好几个区域的。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的航空母舰非常非常清楚它的 focus， 它主要的，你看它的活动地点不是在台海，就是在南海，不然就是在东海。他也没准备说跑到什么中南美洲啊，或跑到你美国的门口，他也没有办法跑。美国也不会让他在门口这样子开来开去。所以如果他这么多一艘一艘的开始投入，而且直接服役的话，对台湾来讲还是极大的威胁。那当然对我们待会儿就会讨论到，今天因为有一个大事情啊，就是美国公布了大概有这个3000多亿的一个军售的方案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在两岸之间或者全世界之间，现在大家武力的展示跟武力的投入，看起来是变成又是一个不归路。我觉得在二战以后，其实老实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好，那么这个福建号通过澎湖的海域澎湖啊，但是呢，突然呢有一个神秘讯号所以呢出现怎么回事到现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另外呢，福建号刚过台湾海峡然后呢，国防部就铺有48架共机跟共舰出海，四面环台，这样层层包围，四面环台。今年已经超过3570架次的共机在台湾附近绕啊，甚至过中线啊等等来，美玲。这个福建号啊，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其实第一艘这个直通甲板的一个这个航舰哦。直通甲板的意思就是它可以载更多的这些重型的这个战机。那同时也是像洪威刚刚讲的那除了美国之外，这个福建号其实它是我们世界上第一艘所谓的有电磁弹射器的一个常规动力的一个航舰哦。那郭立雄一直说拍到了其实我不太了解他这个说法或这个新闻的意义是什么，就说拍到了，然后呢那当然唯一的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有讲就是说这个他们福建号目前还是在测试中那之后才会满编上舰所以跟郭立雄讲的说我们拍到的东西它上面其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个舰载机其实是吻合的啦，看起来这次的确是没有这个军事上的一个想法，而是可能是在一个测试的这个阶段这是吻合的。但我想我们随着看到赖清德在这几年当中其实不断的就是亲美然后呢完全是依靠美国，然后不断的去编很多这个国防预算支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我想对这个对台也好，或者他自己在这个武力上面、军力上面的秀肌肉，恐怕不管是他的力道或者他的次数，其实越来越多。像刚刚赵大哥秀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去年他这个侵入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空域已经超过了3570架次其实还不止那他这个协同共军舰船执行的有高达39次的联合战备警巡那其实国安局自己也在讲说，这一些其实都是在测试我们的这个反应啦，我们的这个应变的能力啦。同时呢，其实恐怕也是这个中共自己再去看看怎么样去经营在这个台海之间的一个军力那所以
这个量的部分它一直在增加。那在力道的部分，我们也看到哦，它在几次，尤其是昨天上午才进行这围台式的一个这个联合战备警巡哦，其中啊就有一个核打击能力的轰6K 的轰炸机哦，所以我想它将来秀肌肉哦，只会多不会少哦。那我们看到这一些哦，不论是它的这个军机来绕台，或者是这个巡航舰越来越多，那甚至于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段时间呢，它这个扰乱这个金门哦，那每个月平均大概30次以上都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次数啊，真的力道越来越重哦，所以我想哦，我们看到啊，这几年来我们自己的这个军购哦，不断的一直去增加，但我们都知道，增加的军购，我们买到了武器，到底是不是我们用得到的？我们买到的武器能不能跟中国大陆抗衡？那我们又知道，其实数据上台面上的数据哦，我们中国大陆它的这个军备的这个预算哦，大概已经是我们的12.5倍了哦。那这只是台面上的哦，也许还有更多，所以一直在进行这种军备的一个这个竞赛，对台湾是好还是不好？身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思考的不是拼命的来做军备竞赛，而是去思考怎么样让台海安全、国家真的安定。就原来大陆的国防经费是我们的17倍，但是我们现在也提了嘛，他们也减少，所以他现在大概刚刚讲12倍左右了。但是有没有隐藏就很难讲了。就它不放在它放在其他地方啊哈，这个有很多隐藏的这个军事预算了。但不管是它是你的17倍、12倍、10倍、8倍，都比你多很多，而且每年多这么多，20年、30年下去比你多多少？哦，所以两岸要搞这个军备竞赛哦，我是觉得是个无底洞，而且会影响排挤你台湾其他的预算嘛，你该做的事情都没做了。来，徐副。好，其实这个福建舰哦，一般民众本来不知道，但是在大罢免期间，大家闽南郎就被挖出来，以前赞颂福建舰的一首歌，什么风渐渐雨渐渐，快来福建舰福建舰。今天终于见到福建舰，而且是国防部发布了这个黑白照片哦。可是呢，我第一个讲说这个。一旦日本他们可以比较清晰的彩色照片，但我们最近政坛很流行黑白照片，卓荣泰也发了黑白照片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白照片上面，国防部还包括王定宇，然后潜台词好像是说，你看舰上又没有舰载机，然后他又要回去维修等等，好像说福建舰不如预期，就像刚才讲的纸老虎一样。可是这很好笑，一方面你又说中共这个威胁日益进逼，要1.25兆军购，一方面你又拼命的去笑说啊，中共的这武器其实没有这么厉害啊。不过我们要讲福建舰这件事情哦，其实福建舰刚才讲到它的直流电其实是比现在福特号，因为福特号是比较早比较早建造出来的，它的直流电其实是更加先进一点点，大概。如果是舰载机的话，只要90秒，它就可以做起飞了。过去大家会觉得说，对台湾是不是一个威胁？其实因为以台湾海峡的纵深这么狭长，航空母舰不会用来对付台湾，绝对不会用来对付台湾，那个就都是一些话术的恐吓话术了。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是斩首行动，它上面有空警600，它看得更远，它上面的舰载机它可能起飞得更快，速度更短。未来如果是假设真的有战争不幸要爆发，其实援军、盟军要来的时候，反应的时间会更压缩、更窄，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台湾海峡很短嘛，100多公里、200公里，所以根本不需要航空母舰载的飞机，它飞机是直接过来了啦。那它基本上它可以嚇阻，就是说美国啊什么，如果派这个部队来啊等等，它这边嚇阻它。另外，如果到我们的东岸去，对东岸，因为中央山脉嘛，原来3000多公尺很高嘛，我们觉得东部没关系，所以东部的以前的防卫很松了。整个东部从这个花莲、台东一直拉到兰屿绿岛，只有一个轻装师，一个陆军轻装师哦，因为觉得不可能在那边登陆嘛。可是他如果把航空母舰放到东部，对你的东部可能是有一定的威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参议院通过9010亿美元的2026国防授权法，众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然后川普会签署的。那其中还包括美军加4%的薪水，美军都加4%的薪水哈，这整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哈。那另外呢，这个里面啊有316亿说呢给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哦，而且要公布中国权贵的财产。哦，316差不多10亿美金了哈。之前就说要给台湾10亿美金，其实台湾真的没有在乎10亿美金，我们没有10亿美金吗？问题是我们要的武器可不可以给我们？你给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武器？另外，这个不是只有武器哦，还包括软体啊、什么人员啊等等，搞不好他派很多人来训练你啊等等，都给你算很贵啊。这是我们援助台湾呢哦。
那另外呢，这个有这个8个案子，3500亿对台湾的军售，告诉国会说呢，我们要卖给台湾这些东西，这不是送的哦，这是卖的哦，3500亿哦，1个月以后可以生效，因为他们这个规定是要通知国会，要告诉国会哦，行政部门要告诉国会。那到底什么东西？有5项武器以及它的附件。那一个呢叫 M109A7 自走炮哦，这是这个大概是台湾要求的了哈。那我们看海马斯有82辆啊，然后呢这个自走炮有60辆，有车子带的炮啊。然后呢无人机没有说明多少。然后呢，这个 TMN 没有说明多少，标枪飞弹有1050枚，拖2B 飞弹有1545枚，然后呢，有些零附件啊等等，鱼叉飞弹的后续啊，这没有说明，细节没有说明哈。那另外呢，主要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拖式2B 说是这个可以反战车了啊，所以如果老共的战车上来，不过我也很难想象老共打你要把战车搞上来啊，战车搞上来你要反战车。理论上讲呢，他应该是先把你的这个空军、海军摧毁，他才会上来嘛。哦，等到那个时候呢，你有反战车飞弹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啊。你要防止他，让他空军、海军根本不能上来，空军来不了，海军来不了，根本让他登陆都不能登陆才比较重要嘛。哦，那么之前呢，这个说有1兆2500万的所谓这个什么国防韧性的这个采购单，哦。所以美国先铺路，就是立法院说1.25兆，我们都不知道你买什么，都不讲啊，不买我们怎么给你预算呢？所以美国说，我告诉你我要卖你这个，所以要化解立法院的不满了啊。那另外，不过现在麻烦了，这个赖清德现在对于这个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案都不公布，然后这个不附属、不执行，那立法院还要通过他的预算吗？那立法院不是自己犯贱吗？我通过的法律你都不通过，你的预算我要给你通过吗？今天我不是立委，我是立委的话，你的预算通通不给你过，除了必要的这个薪水是没办法的，所有其他预算都不给我过，要拼来拼了，看怎样啊？那我不知道现在立法院会怎样了哈。那所以呢，现在说这个顾立雄说，哎呀，如果国防预算卡关，美国对台湾的信心动摇，就这个祸首是赖清德啊，祸首是民进党啊。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要不然就是想办法。这个不签，但是国会让你签，你还是得签。那川普可以说我就不执行国会通过的法案吗？可以这样对抗吗？问问美国嘛，看可不可以这样嘛？我们看一下。国军5月份才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实弹射击，这回美国就8案对台军售案，周3宣布正式批准，总金额高达111亿美元，折合新台币约3500亿，创下历来新高。而这项军售案正值大陆持续加大对台军事与外交施压之际，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军售内容涵盖8项装备。不只有海马斯，还有榴弹炮、标枪反战车、攻击型无人机等及其他装备零组件。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现任政府任内2度宣布对台军售。目前军售案已经进入美国国会同志阶段，可望在1个月后生效，希望借此提升国军整体防卫与远程打击能力。那嘉宇怎么看？当然，我觉得这个美台的关系又更进一步。这个国防授权法去年是支持台湾3亿美金，今年又提高到10亿美金，就是刚刚讲的316亿元。那主要就是台美合作抗中的态势非常的明确，而且呢，美国也希望台湾能够真的打造一个这个刺猬岛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就是制敌于千里之外。刚刚所讲的不要说让这些敌人有机会能够真的登陆，所以呢，在这个海上就能够歼灭他们。所以之前讲的，不管是铁穹啊什么穹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台湾。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一次这个美国售台的这8项的这个军购里面，当然除了刚刚所讲的坦克车啊，还有包括海马式飞弹啊，还有包括这个无人飞弹啊等等的这些，那这些的目的当然就是刚刚所讲的，要打造台湾成为刺猬岛。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的国防除了刚刚讲的
的国防自主，还有我们的国防的军购，其实都是必须要这个双头并进的，不能只重一样。那美国愿意释放这样子的一个武器，就是希望台湾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防卫的能力。可另外一方面，自我防卫的决心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努力去做到的。所以包括1.25兆的这个军购的预算，这就是台湾在未来的10年希望能够打造台湾可以保护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防卫之盾。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国会、立法院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甚至连这个 AIT 这个主席也都亲自的希望能够去拜访这个蓝白两党的委员古立言，他其实也都表明了说，美国非常的支持，也希望台湾能够有这样子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情况之下，那现在立法院的僵局导致台湾未来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防护的进展上受到影响，我相信对于台美或者是对于台湾自己都不是一件好事。陈轩，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在讨论刚刚那个福建舰啦，还有这一次呢，他说突然间宣布说这个3500亿这个军售的内容，我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也不是君子啦，度什么什么之腹啊。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冲着1.25亿的这个军事预算来的。今天如果说没有说呢，连古立言都说了，这个1.25兆的这个预算希望尽快的通过。然后的话呢，现在来看的话呢，立委这个朝野之间呈现僵局，但是行政院不断的希望这1.25兆还是要过的话，你觉得突然之间会公布一个这个福建舰这样的一个照片吗？又不清楚。空拍的那不清楚，而且我们刚刚也聊到了福建舰的目的所谓的航空母舰，刚刚赵先生也讲了，它其实在这个180公里的这个台湾海峡上面，它根本就无足以容身。它事实上呢，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航空母舰它要有一个300公里的那么个安全距离，就是说你呢，如果航空母舰停在一个地方，我从岸上打你，因为它不能动嘛，我打你，你要在300公里以外。整个台湾海峡也不过180公里，你放在这个海峡中央，就是等于是被动的，等于是吸炮机嘛，你就停在那边被人家打而已。所以呢，事实上台湾海峡如果说今天福建舰经过我们的东部的海岸，或许还是一个恫吓。那更何况，第一个它是经过了台湾海峡，第二个它又没有在这个舰载机，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根本不具有恫吓的意图吧。然后这一次就是跟你说，他要回去他的长兴岛，他回去的话呢要进行相关的修正。所以呢，某个程度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具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目标性的一个指涉。但是我们突然之间公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而且还不清楚的照片，为什么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第二个，有关于这个美国要卖给台湾这个相关的武器。我们求爷爷告奶奶，不断的拜托他，请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1.25兆的这个内容是什么，都不讲。然后呢，过去很多的这个军售呢，一直拖，一直拜托他来，都不来。然后突然间都不来，突然间都不讲，突然之间，现在讲了，告诉你说啊，而且他只讲了1/4，总共1.25兆，他只讲了3000多亿这样的一个军售，大概是这些内容。而且我们刚刚广告时候还在聊，这个内容还不是我们真的要的，我们希望他早点来的，他还是不在这一次的这个名单当中。那事实上呢，这些原本要给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过去也都是往常可以如常交件的，就突然之间给我们一些我们并没有那么急迫需要的，尤其是现在讲的什么 F-16V 啦等等的。事实上，刚才赵先生也讲了，你说战车、反战车飞弹，你都要登陆才会用到反战车飞弹，我们等它登陆吗？所以你不觉得他这样那个所谓的3500亿的军售，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要给你这些东西是1.25兆的内容，所以下一句话是什么？就请你们赶快通过嘛，不是吗？所以我觉得福建舰突然之间公布，讲了煞有介事，然后美国呢配合演出，马上告诉你说呢，你想要知道的这个到底内容是什么，给你1/4，那请问3/4呢？乒乓自己用想的是这个意思吗？那更何况清理也很明显嘛，日本才通过一个相关的。他们的军事预算提升，哇！我们的政府马上就来说，你看日本都提高了，我们不提高吗？问题日本提高半天，也不过是他们 GDP 的2%，我们光是今年他们是明年编列2%，我们是今年就已经到了3.3%。未来的1-2年很可能就马上到达5%，所以可以这样类比吗？但是所有的铺陈，你不觉得都是冲向一个目前可能方向吗？就是因为我希望你通过1.25兆的这个军事预算，这个不管是他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刺猬岛自己的一个政治论述，还是美国老大哥逼你要去过他，所以对于这个赖政府来说，他只在乎老大哥，只在乎自己政治上的利益，他根本不在乎到底对于台湾来说有什么帮助。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借口也好，理由也好，为的只是一个1.25兆而已啊！你们这样讲我突然有一个灵感出来了。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古立言拜托你们通过预算，对不对？你们去拜访古立言，
蓝白绿也联合去拜访他，叫赖清德要公布法令，你帮我公布他，我就通过你预算，把这个责任放到美国嘛。赖清德只听美国的，哪管你们什么蓝白啊？你不要看哦，美国，你问美国吗？这合民主常规吗？有什么在野独裁有这种事情吗？只有执政者独裁有在野党独裁这个事情吗？所以你问他嘛。所以我们也很想通过这个国防预算啊，我们也很想通过1.25兆啊，我们都愿意啊。但是他可以这样选择性的这个不公布不附属，那对不起，请你美国要求他，你美国老大哥啊，他是什么都听你的啊，就把这责任放到鼓励人身上，看他怎么讲啊。需要再回来。